俄军在俄乌战场最依仗的装备是什么？没错，就是陆军的装甲机群。毕竟这是从苏联继承而来的模式。当初的苏联为了威慑欧洲，大力发展陆军的装甲机群，使得俄罗斯也采取了这种措施。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出动空天军摧毁乌克兰防空，然后凭借着装甲机群攻城略地，直到西方国家大量援助单兵反装甲武器之后，战局态势才开始发生变化。但除了单兵反装甲武器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好用的装备，同样可以对俄军的装甲机群造成致命威胁，那就是末敏弹，又被称为末端敏感弹药。这是一种能在弹药末端探测出目标的存在，然后利用战斗部指向目标，在接触装甲目标后引爆。这种弹药虽然装药量不大，但针对的恰恰是装甲车辆最为脆弱的顶部，所以很容易击穿。末敏弹既可以利用火炮发射，也可以作为火箭弹的战斗部，甚至可以利用飞机来播撒，打击范围非常大。也正因此，这种弹药才会成为装甲集群的噩梦，并且还难以防御。在乌克兰战场，乌军就利用了末敏弹炮击俄军坦克。从一些曝光视频来看，末敏弹在发射升空后，很快便朝着目标装甲高速飞行，然后直接命中地面的俄军坦克。顶部装甲被击穿后，整辆坦克会发生剧烈爆炸。几乎所有被末敏弹击毁的俄军坦克都有相似的命运。无论在爆炸杀伤力还是精准度，末敏弹都远超普通弹药。这是依仗了独特的爆发方式，末敏弹并非常规的触地爆炸，而是在快接近目标几十米时的高空爆炸之后，内置的弹丸将高速击杀地面目标，杀伤力十分强大。设计之初，末敏弹就是为了能有效攻击装甲集群。在此之前，各国常用的则是集束炸弹，将大量子炸弹塞进一个个母弹体，再到目标上空进行投放，可对装甲集群所在区域进行无差别打击。不过集束炸弹有明显弊端，最大的问题就是威力和精度有限，可毁伤轻型装甲目标，但对重型装甲目标有点无奈。于是在各国多方探索下，末敏弹问世，能用当时服役的火炮发射，能有效击穿重型坦克顶装甲，能一石二鸟，甚至更多的增加打击目标数量等。并且在集束炸弹的基础上，末敏弹增加了弹药的智能效果，能够主动识别目标，增加打击成功的概率。目前集束炸弹基本上已经被末敏弹取代。在飞行前期与中期，末敏弹母体与其他炮弹一样，在空中按照弹道规律飞行。等到了一定阶段，末敏弹便开始展示自己的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空中减速，想把快速飞行的母体叫停在装甲集群上空，减速、减旋与稳态系统非常重要。当弹体姿态稳定并达到既定挑战之后，减速设备就会被抛掉，分身出来的子弹药会放出漩涡式旋转降落伞，一方面继续保持较低的下降速度，另一方面是末敏弹按照一定角度开始旋转，为弹载敏感器实时扫描提供条件。不过涡旋式旋转降落伞只是选项之一，像瑞典和法国联合研制的 Burners 末敏弹，降速增旋采用的则是2张张开式弧形翼片，敏感器进行螺旋式扫描，是末敏弹的第2个能力。敏感器相当于末敏弹的眼睛，主要由红外、主被动毫米波以及激光敏感器3种。这3种方式可以相互组合，能够让末敏弹适应各种作战环境。出于对精度和速度的追求，第3代末敏弹普遍采用了3种兼具的复合敏感器，能够使其对目标的辨别和定位更快更准。由涡旋式旋转降落伞或弧形翼片助推的螺旋式扫描，则使敏感器可往复探测一定圆形范围内的目标，经警示中央控制器后对其发起打击。最后就是自断成型的金属杆攻击目标。与一般破甲弹战斗部构型略有不同，末敏弹的药星罩锥角通常大于90度，起爆时金属药星罩不会形成巨能射流，而会被压缩为一个短粗的金属杵体，以每秒3000米的速度捅穿目标，并造成目标内部更多装甲崩落。这种杵体在速度上虽不如金属射流，但不像金属射流那样易受旋转和炸高等因素影响。
因而适用范围更广，毁伤性能也更稳定。莫敏弹最擅长的便是攻击顶部装甲，无论是利用导弹、火箭弹和炮弹发射，还是利用步撒器布放，从天而降的优势都让莫敏弹更容易攻击装甲车辆的顶部。在针对装甲集群目标时，莫敏弹的消费比颇高。当然，也有其他的反装甲武器，例如反装甲导弹、制导炮弹以及巡飞弹，都可以作为选项。但这些武器只要拥有制导能力，单价就会飞涨。激光制导炮弹不仅造价不菲，而且需要较长时间用激光引导，用来攻击少量高价值目标还行，但面对钢铁洪流作用就不大了。莫敏弹通过末端使用敏感器的方法，有效克服了上述缺点，并且结构还比导弹和制导炮弹简单，但在装置的重量不大，使其成为一种经济性高、能大量使用的装备。目前按照俄乌战场情况分析，乌克兰使用的莫敏弹应该是德国的 Smart 型155毫米莫敏弹，以及法国、瑞典联合研制的 Burners 型莫敏弹。德国这款莫敏弹被视作目前最先进的莫敏弹，能够通过 PZH-2000进行发射，实战命中率超过 50%， 简直就是乌军的反装甲大杀器。Smart 型莫敏弹是7月份援助乌克兰的，从那时候开始，乌克兰战场便首次出现了莫敏弹的实战环境，也是世界战场上首次大规模应用莫敏弹的作战。根据作战视频显示，乌军已经多次使用莫敏弹攻击俄军装甲目标。Smart 型莫敏弹主要通过 PZH-2000自行火炮进行发射，最大射程超过27公里。另外 ，Smart 型莫敏弹还通用北约制式的155毫米口径的火炮 ，M777 榴弹炮与凯撒卡车炮都能使用。Smart 型莫敏弹是一种抛洒型子母弹，每发炮弹携带2枚莫敏弹子弹药。一枚大口径远程火箭弹通常装填5枚莫敏弹，一枚攻击机投掷的航空步撒器子母弹则可装填10几枚莫敏弹，特别适合对大规模装甲部队进行覆盖式攻击。Smart 型莫敏弹采用了红外加毫米波双模探测系统，其中主被动毫米波敏感器的天线与战斗部的药型罩结合为一体。优点是可以打击未启动发动机的坦克，也能打击熄火冷车状态下的红外信号很弱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为了能继续支援乌克兰，德国已经批准拨款9470万欧元，恢复生产 Smart 型莫敏弹。另一款出现在乌克兰战场的莫敏弹，则是法国与瑞典联合研制的 Burners 型莫敏弹，能够摧毁100到140毫米的钢制装甲，射程更是达到35公里。是目前打得最远的155毫米莫敏弹。莫敏弹有着诸多优点，比如攻击距离远、毁伤率高、操作简单，一枚几万美元的莫敏弹就能摧毁造价数百万的坦克，怎么算都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莫敏弹能够配合单兵作战，并且莫敏弹还能适应较复杂的环境，对距离较远目标给予打击。无论是街道纵横的城区作战环境，还是沟壑纵横的山地条件，莫敏弹就可凭借其弯曲弹道、较大的火力覆盖面、较火的打击精度，对隐匿其间的众多装甲目标实施打击。通过乌克兰战场的实战，已经可以证明莫敏弹有多么优秀。但目前仅有少数国家拥有研发的能力，因为莫敏弹的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研发莫敏弹的初始要求之一就是能通过现役装备发射，无论是火炮、导弹还是步撒器，弹内容积都是有限的。想将2枚以上的莫敏弹整合到容积有限的弹体内，并且还要具备抗高过载能力，没有过硬的技术水平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如何提供弹载敏感器的能力，如何能更快更准地发现辨识目标，以及如何与重要处理器更好地联手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当莫敏弹发射之后，会沿着固定轨迹飞到目标上空，然后弹体将释放内部子弹药，通过减速旋翼让莫敏弹减速、定向和调整姿态，以低速向目标坠落，同时启动装载的红外检测仪，寻找最近的装甲目标。一旦锁定目标，莫敏弹激发内部的战斗部，莫敏弹将在几毫秒内完成目标识别、瞄准以及起爆。这个过程瞬间完成，最短耗时不到1毫秒。
而人类眨一下眼都要300毫秒。战斗部起爆之后，速度能达到每秒3000米，再配合装载的装甲子母弹药，很轻易就能击穿坦克薄弱的顶部装甲，达到击毁坦克的效果。这也是为何美国研制莫敏弹先后用了20年，并耗费了17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就连后来居上的德国 Smart 型莫敏弹，依旧用了12年，耗费6亿美元才研制成功。另外，由于莫敏弹比较贵，用来打击孤立目标时会有浪费，作战成本太高了，所以莫敏弹更适合打击大规模集群目标。在俄乌战争中，莫敏弹超高的装甲毁伤效果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现代武器对装甲目标造成的巨大威胁。毫无疑问，在未来愈加复杂的战场模式下，坦克大炮制胜论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先进无人机和莫敏弹这种大面积毁伤武器等。俄军想要克制乌军的莫敏弹，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摧毁莫敏弹的发射装置。只要乌军炮兵一开火，俄军就想办法找到火炮的位置，然后将其摧毁。但这需要非常高水平的炮兵侦察和快速反应体系，对信息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一点恰恰是俄军最缺失的，所以俄军装甲集群只能继续沦为移动靶子了。你们对于莫敏弹这种武器有什么看法？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加厉害的莫敏弹？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